各位银铃智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书童，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个旅行中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小细节。坐飞机时，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您可能觉得出门穿的舒服、得体就行了，但在机场和飞机这个特殊环境里，穿对衣服远不只关乎美观与舒适，它更直接影响您能否快速通过安检，在航程中保持健康，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更好地保护自己。举个例子，上个月在桃园机场，我就见到一位穿着得体的女士，外套上装饰着不少金属扣，过安检时警报器响个不停，工作人员只好请她到一旁，用手持安检仪仔细检查，前后用了20多分钟，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在众人目光中匆匆通过，后面的队伍也排得更长了。这种麻烦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事先的衣着准备来避免。尤其对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节省体力，避免折腾，能让旅程开端更加从容。对我们银铃族而言，搭飞机时的衣着考量其实比年轻人更多一层，这不单是怕安检麻烦，更是出于对我们自身身体状况的关照。随着年龄增长，血液循环可能变慢，对温度变化的调节能力也不如从前，皮肤也会更敏感。因此，选择合适的衣物，实际上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份贴心呵护，它能让长途飞行更舒适，减少身体上的负担。今天，书童就想从几个最容易被忽略的穿衣细节说起，一层层为您分析如何在旅途中穿得既舒适又安心。首先，咱们从脚下说起，鞋子绝对是决定你旅程顺不顺利的一个关键。很多朋友，包括书童自己以前也是，习惯穿着一双绑得紧紧的、支撑好的运动鞋去赶飞机，觉得这样走路方便，最舒服不过了。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我们得知道，当飞机爬升到高空，机舱内的气压变化，加上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脚部和脚踝是特别容易肿胀的。书童自己就有过一次深刻体会，那次我从高雄飞香港，穿了一双需要系紧鞋带的球鞋，结果短短1个多小时的航程，落地时我的脚已经肿到不行，鞋带深深地勒进了肉里。好不容易忍着痛把鞋子脱下来，整个脚背上都是又红又深的压痕，痛得我下飞机后好一会儿都只能慢慢走路。所以，也许最适合长途飞行的鞋款是那种鞋面柔软有弹性、容易穿脱的轻便布鞋或者懒人鞋，而且最好没有任何金属配件，这样过安检也省事。也有朋友图方便，直接穿拖鞋上飞机，觉得既凉快又轻松，但书童得提醒您，这存在一定的潜在问题。你想想看，万一飞机上真的出现需要快速移动的状况，穿着拖鞋容易在跑动中脱落或者打滑，而且咱们的机场地面通常比较光滑，穿拖鞋走路本身就得格外小心，容易不稳。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场景，现在很多机场安检都会随机或按规定要求乘客脱鞋检查，如果你穿的是那种高筒靴或者鞋带复杂，要解老半天的鞋子，不仅自己麻烦，后面排队等着的人恐怕也会觉得耽搁时间。因此，选一双既舒适方便又稳妥的鞋子，是我们踏出愉快旅程的第一步。说完了脚，咱们再往上聊聊一个有点敏感，但却至关重要的话题，气味。没错，就是香水和体味。这可能是很多人不好意思提，但真的会影响整个机舱环境和舒适度的大事。书童去年有一次飞行经历，就遭遇了这么一回，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身上喷了非常浓郁的古龙水。那个味道浓烈到什么程度呢？毫不夸张地说，机舱前3排后3排都能隐约闻到，而我本人又刚好对某些化学香料有点反应，结果整个3小时的航程，我都不停地咳嗽，喉咙又干又痛，后来甚至有点反胃想吐。要知道，在飞机这样一个完全密闭、空气循环有限的加压舱室内，过于强烈的香水、古龙水味道很容易引发其他乘客的不适反应，包括打喷嚏、头痛、恶心等。
所以，书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贴心的小建议，如果你有使用香水或虚后水的习惯，搭飞机那天最好少用一点，或者干脆不用。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周围的乘客感觉舒服，更是一种基本的公共礼仪和对他人的尊重。不过，事情也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体味问题。书童必须很直白地和各位老朋友说，有时候我们赶早班机，可能来不及好好洗个澡就出门了，或者觉得只是坐趟飞机，穿了前一天的衣服也无所谓。但在那个狭小密闭的空间里，任何汗味、脚臭味都会被空调系统放大，变得格外明显。我有一次乘坐长途航班，左右两边的乘客似乎都有比较重的汗味，那9个半小时的飞行真的让我头痛欲裂。下飞机时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而且因为航班客满，我想换个座位都没办法。所以，出门前务必洗个澡，换上干净、清爽，最好是前一天刚洗好的衣服。如果你属于比较容易流汗的体质，不妨在随身小包里放一包湿纸巾，飞行途中可以去洗手间稍微擦拭一下，保持清爽。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舒适，同样也是对同机所有乘客的尊重。毕竟大家都花了钱，都希望有一段愉快的空中时光，谁也不想在难闻的气味里煎熬好几个小时。接下来，书童要聊一个非常私密，但影响可能最大的话题——内衣裤的选择。我知道这有点难以启齿，但请相信我，选错了内衣裤，真的可能让你的飞行变成一场漫长的折磨。飞机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湿度通常只有10%到20%，这比我们平时湿润的气候要干燥得多。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穿的是不透气的人工化纤材质的内衣裤，就存在闷热、出汗，甚至引发皮肤瘙痒或私密处不适的可能性。还有些朋友，特别是我们女士，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挺拔精神，会选择穿塑身衣或者非常紧束的内衣上飞机。但长时间穿着过度紧身的衣物，可能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腰部和腹部的压迫，会让我们更容易感到胀气，甚至呼吸不畅。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穿着塑身衣从台北飞新加坡，飞机刚飞过半程，他就觉得胸闷，喘不上气，最后不得已只能在那个小小的摇晃的飞机厕所里艰难地把塑身衣脱掉，才感觉好一些。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有多尴尬和不便。所以，一个可能更明智的选择是穿上纯棉或者透气性好的竹纤维材质的内衣裤，而且尺寸最好比平时穿的大半号到1号，因为久坐确实会让腰腹有微微的膨胀感，太紧的内衣裤会让你全程都如坐针毡。另外，书童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分享给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你的随身行李里多备一套干净的内衣裤。有一次我遇到强烈气流，空姐送来的咖啡整个洒在了我的裤子上，湿漉漉、黏糊糊的坐了4个多小时，那种感觉糟糕透了。自那以后，我每次飞行都会在包里放一套备用衣物，尤其是长途飞行，在中途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裤，整个人会感觉焕然一新，也更加卫生。聊完了贴身的，我们再说说外穿的裤子。很多人觉得穿短裤搭飞机多凉快，多方便啊。但书童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首先，飞机上其实挺冷的，这种冷不是一上去就能感觉到，而是随着飞行时间推移，冷气不断从头顶的出风口吹出来，慢慢的，你的膝盖和腿部就会感到一种刺骨的寒意。我有一次穿短裤从台北飞首尔，后半程冷的膝盖直发抖。航空公司提供的那条薄薄毛毯根本不管用，结果下飞机后膝盖酸痛了好几天。第二个问题是卫生问题，你仔细想想，飞机上的座位一天要接待多少位旅客，一套又多久才会彻底清洗一次呢？如果你穿着短裤，大腿皮肤直接接触座椅表面，那些看不见的细菌和灰尘就直接粘到身上了。另外还有一点，虽然大家不常说出口，
有，但确实存在。如果你的腿部毛发比较旺盛，在拥挤的经济舱里，难免会碰到旁边乘客的腿，这种接触可能会让彼此都感到有些不自在。所以，通常建议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是纯棉或棉混纺的宽松长裤，比如舒适的运动裤、休闲裤，或者腰部有松紧带的裤子。为什么强调宽松和腰部有弹性呢？因为在飞机上坐久了，我们的腹部真的会因为胀气而变大。如果穿着紧身牛仔裤或者需要系皮带的硬挺西裤，你会觉得越来越勒，想偷偷解开又不好意思，非常难受。还有一种裤子书童强烈建议大家避开，那就是连身裤或者吊带裤，看起来是挺时髦的，但你想过上厕所的问题吗？在那个狭窄的机舱厕所里，你几乎得把上半身衣服全脱掉才能方便，那种手忙脚乱和尴尬，绝对会让你后悔选择它。除此之外，裤子的材质也关乎舒适与实用，很多人喜欢穿有弹力的紧身裤或运动 leggings， 觉得舒服又显身材。但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如果飞机上万一出现特殊情况，这些尼龙、聚酯纤维等合成材料可能不如天然纤维理想。从舒适与实用角度考虑，纯棉或棉麻的宽松长裤是更好的选择。不过，裤腿也不能太宽大，那种拖地的阔腿裤也要尽量避免。在机场，裤脚会扫过地面、手扶梯、厕所，沾上各种脏东西。而且在过安检时，过于宽大的裤管有时也会引起安检人员的注意，要求进行额外检查，平白耽误时间。现在我们来说说袜子，这个小东西的作用可千万别忽视。很多人觉得袜子随便穿一双就行，但在飞机旅程中，它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首先，过安检的时候，除非你有特殊通道，否则大部分情况都需要脱鞋。这意味着你的袜子或者你的光脚会直接踩在安检区那个冰冷的、被无数人踩过的地板上。如果你没穿袜子，光脚踩上去，想想那些可能存在的污渍和水迹，光是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吧。所以，穿一双袜子首先是出于卫生考虑，但袜子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如果你的飞行时间超过2小时，尤其是我们银领族朋友，血液循环相对较慢，书童真的很推荐大家考虑一下压力袜或者弹性袜。它们能给小腿提供适当的压力，促进血液回流，有效减轻腿部和脚踝的肿胀，也能大大降低长时间不动导致腿部不适的风险。我有一位50多岁的朋友，从台北飞洛杉矶，下飞机时小腿肿得厉害，用手指一按一个坑，老半天才弹回来，把他吓得不轻。另外，很多人在飞机上会脱掉鞋子放松脚步，这很正常。但如果你的袜子已经穿久了，有点潮湿或者甚至破了洞，那场面就有点尴尬了。因此，书童的秘诀是随身带一双干净的新袜子，起飞后换上，双脚会感到格外干爽舒适。长途飞行后，下机前再换回原来的鞋子，也不会觉得闷脚。记住，不要穿那种超薄的丝袜或者很短的船袜，它们太容易破损了。选择一双中厚度的纯棉袜，既舒适又耐用。接下来我们聊聊上衣和外套，这里讲究的是层次穿搭的艺术。机舱温度可谓变幻莫测，刚登机时可能觉得闷热，飞到高空又可能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所以分层穿脱非常关键。书童的建议是，最里面穿一件透气亲肤的纯棉 T 恤或者薄长袖打底，外面再套一件方便穿脱的开襟外套、针织开衫或者拉链卫衣。为什么要强调开襟呢？因为套头式的毛衣或卫衣在狭窄的座位上脱起来非常费劲，胳膊肘很容易碰到旁边的人，还可能弄乱头发，而开襟款式只需要解开扣子或拉链就能轻松穿脱，方便多了。但是要特别注意，避免选择装饰着过多金属扣子、铆钉、链条的外套。
就像我开头讲的那个例子，这些金属装饰在过安检时几乎就是警报触发器，会让你不得不接受额外检查，耽误时间又尴尬。所以，如果你的外套金属配件多，最好在排队过安检前就主动脱下来，和其他随身物品一起放进托盘过 X 光机。另外，选择一个有深口袋的外套非常实用，你可以把手机、充电宝、耳机、护照等小物件放进去，减轻随身背包的负担，拿取也方便。当然，过安检时别忘了把口袋清空哦。关于颜色和材质，书童推荐深色系且不易起皱的面料。飞机上难免会有不小心打翻饮料或者食物掉落的意外，深色衣服不显脏，而且经过长途飞行，不易起皱的布料能让你下飞机时依然保持整洁精神，不会看起来狼狈不堪。最后还有一个小提示，或许有点现实，尽量避免穿着图案过于夸张、印有激进标语或怪异图像的衣服。虽然这是个人自由，但网络上有不少分享提到，穿着过于醒目或带有争议性图案的衣物，在机场被安检人员随机抽查的几率似乎会高一些。为了旅程顺利，我们不妨选择简洁大方的款式，把个性和创意留到目的地再尽情展现吧。最后，我们来看看那些随身的小配件和饰品，它们是我们日常装扮的点睛之笔，但在机场却可能变成拖延时间的因素。书童自己就曾因为带着一只智能手表过安检，导致警报响个不停，最后不得不脱下来单独检查，整个过程慢了好几拍。现在我已经学乖了，每次到机场，在排队安检之前，就会提前把手表、戒指、项链、手链，甚至金属边框的眼镜都取下来放进一个小布袋里，然后直接丢进安检托盘，这样既不会弄丢，又大大加快了通关速度。如果你习惯系皮带，尤其是带有大块金属扣的皮带，请在家就换成布料或者尼龙材质的吧。因为金属皮带扣几乎100%会引发警报，让你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解皮带，非常不便。还有一种现代人常用的东西，像智能追踪器这样的设备，也要特别注意。有位旅客就把追踪器放在外套内袋，结果在安检时被机器标记，行李被拿去反复检查，差点误了飞机。所以，如果你的随身行李里有这类电子追踪器，最好在过安检前主动拿出来，和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放在一起过检。对于身上装有医疗装置的朋友，比如心脏起搏器、胰岛素泵、人工关节等，一定要提前主动告知安检人员。我们可以事先请医生开具相关证明，或者自己准备一张说明卡片。这样安检人员就会安排免于通过金属探测门，改用其他方式如手工检查进行安检，既保证了安全，又尊重了我们的医疗需求。特别是如果我们要飞去日本、新加坡等安检极为严格的国家，提前准备更能确保万无一失。总而言之，在机场，关于配饰的原则就是化繁为简，只保留最必须的1、2件，其他的都妥善收好。这样不仅能快速通关，也避免了在飞机上不小心遗失贵重首饰的风险。好了，说了这么多，让书童来为大家总结一下，一套能让银铃族朋友旅程更顺畅、更舒适的整体穿搭方案应该是怎样的。从头到脚，我们可以这样考虑：鞋子选轻便无金属、易穿脱的布鞋或软底鞋，袜子穿中厚度的纯棉袜或压力袜，包里再多备一双干净的。裤子穿腰部有松紧的纯棉或棉混纺宽松长裤，内衣裤选择大半号的纯棉或竹纤维材质，上衣内搭透气棉质 T 恤，外搭开襟外套，身上的金属配件尽可能提前取下收好。颜色上，深蓝、深灰、黑色等沉稳的色系是不错的选择，耐脏、得体。
而且穿着整洁沉稳的人，往往在过关问询时能得到工作人员更耐心友善的对待。穿对衣服真的能让你的旅行体验提升一个档次。从踏进机场那一刻起，你就会感受到不同，安检队伍前进得更快，在飞机上坐得更加放松自在，下飞机时也能保持从容的好状态。希望书童在银铃智囊分享的这些经验能对各位老朋友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实用，请别忘了给书童点个赞，关注我们银铃智囊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对你有用的生活分享了。如果你也有过关于机场穿搭的有趣经历或体会，非常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出来，你的经验或许能帮助到更多即将出行的朋友。也请把这条内容分享给你身边爱旅行、常出国的亲友，让我们共同享受每一次安全、舒适、愉快的飞行旅程。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